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双平台开播，长风起来袭，李现、李一桐二搭演绎民国惊天骗局复仇录，实打实的以骗制骗。李现和李一桐二搭的长风起刚官宣8月暑期档腾讯视频、爱奇艺双平台同步开播，24集体量，不注水。改编自一支豆瓣8.5分的小说《我是个算命先生》，拍的还是民国真实存在的诈骗组织江湘派，实打实的以骗制骗，硬核复仇。消息放出来当晚，李现超话涨了12万粉，李一桐的旗袍路透图转了8万条。有人翻出俩人6年前见王朝的白头名场面，说这次必须给当年意难平补个圆满。也有人盯着江湘派3个字蹲，说国内终于有人拍这个真实黑产了。很多人一看到民国加李现加李一桐的标签，第一反应就是又来一部民国虐恋，真不是这么回事。原著《我是个算命先生》本来就是写民国江湖黑化体系的，里面的江湘派是真有历史原型的诈骗组织，专靠算命、装神弄鬼骗婚吞家产吃饭。剧里改名叫天香派，但核心那套仙童将士溺水行尸的骗局，全是脱胎自民国档案馆里存着的真实奇案。剧组还专门找了民俗顾问，每场骗局的手法既符合当时的江湖规矩，也能让现在的观众看明白坑到底是怎么挖的。男主上官成明是李现演的江浙富少，妈死得早，爹忙着跑码头的生意，他就天天泡戏园听曲，碰上新来的姑娘江飞燕，也就是李一桐演的，上去英雄救了个被地痞缠的美，俩人偷偷在戏园后巷私定终身，连婚书都是上官成明自己写的。婚礼当天真来了个不请自到的杜瞎子，拄着根探路棍往门槛上一敲，说这新娘子你娶不得，不然上官家满门都得折在你手里。上官成明那时候正飘着呢，觉得是讨债的骗子，直接叫家丁把人撵出去了。结果没过3天，爹突然疾病死了，一女俩弟妹放学没回家，继母在屋里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，杜瞎子说的灭门居然全应了。上官成明散尽家财求杜瞎子给指条路，跟着到了城外的河边，看见自家弟妹被涂了粉化了眉，头顶扎着小髻，打扮成仙童泡在水里。边上唱戏的江飞燕正拿着帕子擦手，身后站着笑的杜瞎子。他自己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，卷进浪里的时候还听见杜瞎子在喊溺水行尸。上官家的债清了，醒过来他就在个破船坊里，救他的是个双腿残疾的老头金不换，也就是吴刚演的。老头说他的腿就是当年被江湘派的人废的，上官成明这才反应过来。从戏园相遇，英雄救美到婚礼预言，全家出事，全是江飞燕、杜瞎子一伙设的局，目标就是吞上官家那3个码头和半条街的绸缎庄。李现这次要演30年的年龄跨度，开头是穿软绸马褂，手里攥着戏票晃的温润纨绔，中间拜师金不换学江湖骗术，化名之后穿灰布长衫当算命先生，后期是冷着脸设局的复仇者，还要当卧底混进天香派，4种身份切换。文戏要演得出从猛到狠的转变，武戏有几场像战河跳河的戏，路透里看他晒得黢黑，手上还做了旧伤的疤疮。李一桐这边演的江飞燕不是什么被逼无奈的小白花，是天香派养出来的千面玫瑰，骗婚、设局、装哭全来的。路透里的旗袍从婚礼的大红袖牡丹，到后来混江湖的玄色暗纹，再到骗大户人家的月白软缎，已经爆了快30套，每套的盘扣和滚边都不一样。剧组说光他的旗袍就做了小半年，扣子都是找老师傅手工盘的。导演是杨磊，之前拍过红色豆瓣9.1、三体豆瓣8.7。民国戏的质感他之前和神就有那味儿，
这次长风起的街景是1:1复刻的民国江南市镇，青石板路缝里都长了草，绸缎庄的幌子是按老照片做的。戏园门口的霓虹灯牌还留着民国时候的洋文，连路边馄饨摊的粗瓷碗都是找旧货市场淘的老物件。编剧是蒋枫，杨哲加原著作者易之三个人联手的。杨哲之前写过《法医秦明》《龙岭迷窟》，罗辑言加个写小说的易之在江湖黑话和算命的那套术语不会出错。之前说的12个核心骗局，从仙童降世到九龙台尸局，每个骗局都对应一段剧情，相当于每几集破一个大案。除了双鼎，戏骨那边也齐，吴刚是特别主演，演的金不换，骗术宗师，腿是被天香派上一任祖爷废的，收上官成明当徒弟就是为了报当年的仇。果敬林演的天香派现任祖爷，戴圆框眼镜，拿翡翠烟嘴，唯利是图，手下管着几十号骗子。刘关林演的傻亮是上官成明的跟班，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外表憨，实则机灵，负责剧里的喜剧节奏，还有海一天、梁天、岳阳这些正剧熟脸。友情出演的黄小磊、薛佳凝、罗海琼都是演群像的老手，老中青三代搭得齐，不会出现主角撑不起场子的情况。李现和李一桐上一次合作是2019年的《剑王朝》，李现演丁宁，李一桐演他小姨长孙浅雪。结局李一桐重伤死了，李现一夜白头，那对 CP 当时攒了不少意难平，这次隔了6年二搭，从古装遗生变成民国骗婚夫妻，俩人的对手戏不是撒糖那挂，是上官成明知道江飞燕是骗子，还装着不知道跟他周旋，江飞燕也知道上官成明没死，故意露破绽给他，互相试探，互相拆台。预告里有场戏是俩人在戏园后台对戏，江飞燕捏着帕子笑，上官成明指尖转着算命的铜钱，眼神扫过他腕上的银镯子。那段路透放出来弹幕刷了3万条，这俩哪怕刀了我也要克。这剧还有个外号叫民国版狼人杀，每集都埋了隐藏线索，哪个是天香派的卧底，哪个是上当的苦主，哪个是装疯的线人，观众跟着主角一起捋，相当于看剧顺便学了民国诈骗套路。剧组说每场骗局的手法都经过顾问核对，不是瞎编的玄学。比如杜瞎子说上官家宅前有槐树，阴气重招邪，其实是提前天香派的人在槐树上挂了白引魂幡，晚上风吹翻动看着吓人。这套手法在民国江香派的档案里真有记载。24集体量，对比现在动辄40-50集的民国剧，这个长度基本不会有注水的感情戏，节奏偏慢热，毕竟是改的严肃文学，不是网文爽文。要是跟着看甜恋来的可能会觉得闷，跟着看悬疑和骗术的刚好对口。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同步播，不用纠结充哪个会员。目前具体上线日期还没官宣，只说了8月暑期档。预约通道已经在2个平台开了，预约量现在已经破了100万。